天分享的文章来自于有书欣然。中年以后害怕过年。不知不觉年关已尽，红红的灯笼，喜庆的春联，成串的腊肉香肠，年的味道越来越浓。小时候盼望着长大，对年翘首以待，满心欢喜。长大以后却不由嗟叹，心生慌张，因为任重道远，道阻且长。正如电视剧《女王乔安》里说的，长大后才明白，过年只是一枚放大镜，它会无限扩张原本藏在心里的细微情绪。快乐的人更快乐，痛苦的人更痛苦。30以后，年龄越大，越明白生活多颠簸，过年即过关。网上有一个热议话题，临近春节，你最担心的是什么呢？有一个高赞回答说，最害怕亲友的突然关心，让你在一瞬间溃不成军。微电影《故乡年依旧》中，30多岁的陈伟每每说起回家过年，都一脸苦相。他在上海已打拼4年，但外滩的灯火未曾照亮他的梦想，工作不尽人意，收入月月光。拮据的他常常以方便面充饥，连生日蛋糕都舍不得买，只是象征性的加个煎鸡蛋。电话里他却故作轻松地对父母说，工作不累，待遇很好，每天吃大鱼大肉。可再美的泡沫都抵不过现实的无情。过年时一句工作怎样，年后你去工作的地方看看，瞬间瓦解了虚幻的光环。更让人窘迫的是7大姑8大姨的轮番关心，怎么又是自己回来？你同学都生2胎了，不小了，别把自己耽误了，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。3言2语的灵魂拷问，像一记记重锤，层层敲碎成年人小心翼翼维护的体面和不愿言语的艰辛。人到30，谁不想成家立业，衣锦还乡？谁不想轻煮岁月，慢煮时光？可偏偏前路很累，生活很难，却又不得不咬紧牙前行，迎难而上。30而已中有句话说得很好，生活的本质就是千难之后还有万难。成年人的世界，苦熬是常态，硬撑也是常态。把心放宽，才能在荆棘丛生里走出繁花似锦；把事看远，才能在负重前行中迎来旭日暖阳。人生才刚刚起航，未来还有时间去实现那些自己的理想，一切都会有的，不要着急，慢慢向前走去。所谓中年危机，归根到底就是经济危机，听着扎心，却一语中的。尤其是经过变幻莫测的2021年，生活让我们切身体会到了日子的难挨。有人因疫情停工，失业减薪，为了生计忧愁，才下眉头，又上心头。有人因暴雨突袭，多年心血付之东流，不得不而今迈步从头越。可是年关将至，长辈的礼物，孩子的新衣，过年的红包，拜年的礼节，林林总总，没有一样不花钱。即便1分钱掰成2半花，也架不住如水浇沙般的人情往来。前2天，安徽宿州网友晒出了一段视频，戳中了很多人的泪点。儿子问父亲，快过年了，你什么时候回家？父亲说，今年没挣着钱，不回去了。儿子执拗地说，你不回来，咱们这个家还像家吗？父亲心酸地叹道，没挣到钱回去还得花钱，丢不起这个人。听了父亲的话，儿子暖心安慰道，没钱不碍事，家还是要回的。一句没挣到钱照出了成年人的狼狈，一句丢不起人更刺中了心中的隐痛。不知从何时起，春节成了功能齐全的碎钞机，更是暗流涌动的攀比秀。房子多大，收入多少，车什么牌子，孩子成绩如何，看似拉家常，却处处暗藏玄机，在微妙的你来我往中比高低。其实想比是本能，但会比才是本事凸显人的能力。人过40，终究得明白，攀比迎来的面子是虚的，经营好自己的里子才是实打实的。正如一书说的，每个人最终的归宿都是自己。有钱没钱，把日子过踏实，
才是成年人的底色。有面没面，把心安顿好，就是人生最大的圆满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，人在20出头的时候特潇洒，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，一旦过了50，却成了只恐双溪舴猛舟，载不动许多愁。无限的冷清和孤寂，在那离别的一刻一起涌上心头。纪录片《春节》中50多岁的翟玉和感慨万千地说，过年就像坐过山车，起初笑得欢颜，最后哭得心伤。他家4代同堂，每年春节60多口人齐聚一堂，过一个热闹非凡的团圆年。除夕晚宴后，花样百出的家族联欢，跳舞、跆拳道、唱歌、弹吉他、扭秧歌3句半，让人捧腹大笑。然而相聚太匆匆，离愁更悠悠。狂欢过后，声声再切响起，他们又奔赴天南海北，天各一方。每到这时，翟玉和总是比别人更多了一份黯然忧伤。年过半百的他，不仅要一步3回头的话别年迈的父亲，还要强颜欢笑地送别在异地工作的孩子。回头是父亲佝偻弯曲的寂寞身影，远眺是儿子渐行渐远的矫健背影。他则像一座桥，连接着乡愁的这头和那头。炫言一杯酒，凄怆岂离忧。原来50岁以后过年，怕的不是年岁的折腾，而是离别时的难舍难分，是短暂相聚之后的冷冷清清，更是归期未有期的漫长等待。所谓52知天命，便是懂得时间的无情和相聚的珍贵。趁时光未老，努力去爱逐渐长大的孩子，趁一切还未来得及，好好陪伴年迈的父母。有人说，60岁是一扇门，人生分成2个阶段。此前的日子，忙碌和工作是生活的主旋律。到了耳顺之年，健康和时间成了最紧要的话题。脸上的沟壑，头上的白发，还有不断模糊的视力，无不提醒着岁月刻画的痕迹。更让人心酸的是日渐凋零的旧交故友，成了心中最难言的悲凉。纪录片《时代》中62岁的供电友老人退休后的过年经历，让人唏嘘不已。他是长春人，每年冬天飞到海南过冬，春节后再返回东北，人们称候鸟老人。为消磨时光，供电友组建了一个300多人的候鸟艺术团，年龄最小的60岁，最大的84岁，大家一起吹拉弹唱，艺术团成了他们的快乐驿站。春节时自编自导的联欢晚会，更是老人们特有的狂欢。但是每年排练节目的时候，团长供电友都要经受一次情感洗礼，因为年年都有不少团员缺席，他们不是不愿来，而是无法过来。有的生病，有的瘫痪，有的永远离开。到第5年春节时，好几个器乐组空无一人，龚老难过的大病一场。庆幸的是，乐观开朗的老伴儿用一句口头禅，把龚老阴雨连绵变成了冬日暖阳。老伴儿说，没有不老的年龄，只有不老的心态。人至暮年，时光就像电量不足的手机，总是低低地提醒着你即将关机。但真正活得通透的人，不是他们不怕年老，而是用年轻的心忘记衰老。正如《论语》中说的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远耳。不屈于年龄，才能把时光过成朋友。杨绛先生曾说，人生1岁有1岁的味道，一站有一站的风景。你的年龄应该成为你生命的勋章，而不是伤感的理由。或许我们都将经历30岁的煎熬，40岁的狼狈，50岁的惶恐，60岁的焦虑。别害怕，不管好与坏，都是岁月的馈赠。无论顺逆，都是人生的修行。只要有家可回，有人在等，不论未来多远的路，多高的山，你我都有来处和归途。我的归宿是我的家。当洗去1年浮尘，卸下满身疲惫，
全家人举杯相庆，辞旧迎新时，你会发现人生最美的时光从来都不是用物质堆砌的，而是用情感凝聚的。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，稚子绕膝，父母康健，这便是平凡生活里最珍贵的清欢。